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高安市。大家通过我现在走的画面，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古村落。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地上文物也可以看江西，因为在江西啊，到处也能看到明清的古建筑。江西同样是历史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你像赣州有非常多的围屋，而在南昌周边这一块有非常多的明清古建筑。为什么江西会有这么多的古建筑？我们简单说几个名字，大家应该会有所了解。你像明朝初年的那个首辅杨士奇以及严嵩，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当了首辅，那么他们整个家族相当于是一飞冲天。在古代，一龙俱龙，一隼俱隼。你只要这个家族有一个人非常厉害，那整个家族就会蓬勃向上，并且呢会带动一大批人。你像严嵩这些人，他当了首辅，他要用人怎么办？他肯定会偏向于使用江西这边的人，因为说白了嘛，老乡这个情谊远远比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更好。那从而他们当首辅几十年，那就培养了一大批人员。在明朝的时候，很多朝廷上的官员呐、都有江西人。那他们在古代当了大官，相当于利益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来家里建房、建各种东西。从古至今也是嘛，你财力雄厚了，自然而然就会建房买地，从而也造就了江西有很多明清的古建筑。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村落叫贾家古村，它是始建于公元968年，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元明清典型的赣派建筑群。特别是它这个建筑啊，分为关内、关外，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城堡式、一个城市的家族群落，里面大概有民宅500余栋，其中元明清的古建筑群、古宅有300多栋，保存完好的堂号差不多120栋。整个贾家古村听说是巷道非常多，纵横交错，路面呢皆是用青砖麻石铺成。大家从这里也能想象得出来这个村的富裕程度，因为在古代石材包括砖这些是大户人家才能使用得起。这个村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分为关内跟关外。那大家听到这个词，应该就能够了解，这个一般是形容一个城市。没错，它这里这个村落建的跟城市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这里是一条道路，全部是由砖和石头组成，在这个石头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排水系统。整个这个村落的排水系统是非常厉害的，差不多使用了上千年，连接着整个大院，每个院子，甚至说每个房间。那这个房屋大家看一下，像这边高一点，这边低一点，那这个就是关内，这个是关外。这里叫做金星门，那么相当于就是以前的城门。从这里进去，就正式进入到村落核心，就是贾家里面比较重要的人居住在这里。然后这个大门外面这些房屋可能是住的他们一些旁系，或者是说他们那个佃户，就是身份比他们低的人住在外面。就是刚刚看到这条道路是一个分界线。那它这里叫做金星门，你看到它既是可以说是8字形，同时也是1字形。在以前这个地方是有一扇非常厚的大门，门后面有门栓，相当于它既是城门，同时也是防止土匪的一个通道。我们现在就来这个村落看一下这些房屋，基本上条件好的都会建一栋这样的房屋，普遍呢都是3进院落。这个房屋也是典型的赣派建筑风格，它叫做红发堂。听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有含义的。首先，红是洪水，发是发财。那么这个主人
最早在清朝建立这栋房屋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们家里的财产能够像洪水一样的涌来，洪水一样的多，洪水一样的波涛汹涌。它是面阔三间，就是左右两边应该是厢房，然后从这里进去就是大厅，这个相当于是屏风，也可以说是照壁。为什么？因为你假如说这个门一关闭，外面行走的人就看不到里面有什么情况。一般在古代的房屋都是有这样的特点的。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不知道认不认识啊？这个就是那些蓑衣。古代包括在几十年前，还很多用这种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雨衣嘛。我小时候去放牛还带过这种。它这个排水挺有意思的，也是有含义的。一般古代这种天井，它们里面都有排水。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像钱币一样的，那这个也是有含义，相当于聚气聚财。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主人希望自己家里的财产越来越多，并且在四周还有一些小的条形石，上面刻画了很多东西，有竹子，有瑞兽。竹子就是代表他们家族要节节高升，瑞兽就相当于驱凶辟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一个屏风一样的，如果打开，外面能够看到里面，里面也能看到外面。这上面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个采光形式的。这个房屋还有一个称呼叫做金包银，在这里能够很好的体现。你看看，最外面就是青砖组成的墙壁，而在里面全部是用木头的，这个就是建筑手法的一种方式，金包银。它外面全是用砖头铺成的，那有两个作用：夏天相当于抗热，冬天呢保暖。把门一关，这里面呢还是比较凉快、比较舒服的。从这里进去就是绣楼，同样是金包银的方式。你看起来就是由青砖组成，这是不是跟北方的那些古民居很相像？但是跟刚才说的一样，你走进来就发现完全有所区别，木头组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小姐居住的地方，2楼肯定是小姐的卧室，两边应该是小姐学习的地方。那这个栏杆大家知道是什么吧？这个是美人靠，也是有含义的，上面有精美的木雕，你看这些都比较好看。有一种说法，这个绣楼既是小姐生活起居的地方，同时也是她抛绣球的地方。假如说某个千金大小姐她不遵从父母的安排以及媒妁之言，她就说我要自己抛绣球。如果某个小姐决定了，那么可能这里十里八村的未婚小伙都会来到这个地方，从而小姐把绣球扔给意中人，有这种可能啊。但是这种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其实真正来讲，在汉族没有明确记载有抛绣球的方式，只是说在一些古代偏远的少数民族反而有这种形式。这个村落它既是一个文化村落，同时也是一个武术村落。因为在古代嘛，出人头地，科举一般就是文，还有就是武。从而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习武堂，就是专门供这个贾家的后代在这里习武。这个村不光有练武术的地方，其实在之前还有书院。整个在明清时期通过考试，他们这里的秀才、举人、进士总共大概有120多个人，其中进士10个人，举人9个人。那证明他这个村落非常重视教育，也有很多人出去当官了，然后又
回来哺育这个村子。在这里，基本上这样一栋房屋就是一个家庭。我们看起来这个房屋跟现代是一样的，其实里面内有乾坤。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在这个村落，你可能一走进来都发现不了它这里有木头建造的房屋，其实都是在这个里面才看得到。这栋房屋就比较独特了，它是一个作坊，豆腐生产豆腐的，现在门关了进不去，参观不了。像这么大的村落，他们一是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自给自足。这栋建筑比较特别，叫做怡爱堂，那肯定是跟爱情有关了。大家明显的看得出来，它这个布局有点像宫殿形式。它是有一个传说的版本，就是在古代有一个皇帝，他巡游微服私访，来到这个村落，跟当地的一位女子相爱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能把女子接回皇宫，于是就出资和要求，在这个地方建了这样一栋房屋给那个女子居住的，就是叫做怡爱堂。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它上面的结构跟我们刚才看的其他房屋都不一样。这个就跟故宫里面的建筑，或者我们看到其他宫殿形式类似啊。所以说，这栋建筑在整个村落应该是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这个村落很多房屋现在算是破败不堪了。现在在这边生活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搬走了。这里应该是整个甲村最重要的地方，他们的祠堂。这个祠堂非常有特点的，是一座七进式穿堂式建筑。最关键的是，它这个是坐北朝南，它所有的建筑都是在一条中轴线上面，就跟我们看到的皇宫一样。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常说门当户对，下面是门当，上面是户对，然后写的是贾氏宗祠。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4个，这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的，圆形的一般代表当官的，而方形的就是做生意那一些。特别是户对的大小与官员职位的高低成正比。古代时候，3品以下的官员家里是2个户对，3品的有4个，2品的有6个，1品的是8个，只有皇帝的皇宫才有9个。所以古代的官宦之家，或者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娶亲或者嫁人，只要让介绍人去看一下他们的户对有多少，大概就能了解双方的家庭是不是门当户对。进来这里是第一进，这个是干嘛用的呢？它是属于古代唱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每到逢年过节或有领导来参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自发组织的唱戏班子为大家呈现精彩的表演。我们继续看一下，它这里非常多的牌匾，兄弟同科，说的就是他们有2兄弟中了进士。你看龙封3代，非常多的牌匾啊，基本都是皇帝给他御赐的。然后这里这个建筑啊很有特点，你看这是2根柱子，那这里呢有一个说法叫偷梁换柱，其实是建筑的一种方式。我们正常看的话，你看前面这里是梁，而它这里没有，就整个它这上面的承重啊，就是靠这2根柱子。这个算是明朝时期的建筑。你如果把它拆了，或者某一个柱子弄掉，整个就塌下来了，你要重新组装就不行。这个建筑很有意思啊，好多地方这种现在还做不出来。在前方，这里就是祠堂的第3进。那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要了解，在古代女人是不允许进入的。其实在很多大家族或者是古村落的祠堂本身也是不允许的女人进入的。它这里呢，女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个第3进院落，这也是封建社会等级的一种体现。前方是看到拜亭，其实最重要的
是这里有一个八卦形的图案，在这里甲村的族人有一个采八卦鱼眼的风俗，村里人不管是出门经商、做官还是读书，出门都要进入八卦图，双脚采阴阳鱼眼，就是这个地方，站在这里，才确定从这个东南西北那个哪个门出去，就相当于是一种心理安慰一样，我从哪个门出去就能够成功。当然，这个只能算是他们甲族的一种习俗，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真正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这个甲村确实太大了，我们逛了1-2个小时，只逛了一部分。你如果是不熟悉，在这个里面非常迷路。我在里面行走的话，也是随便走，也绕了好久才走出来。那晚上这个地方就更容易迷路，更不好走，晚上可能都会有点害怕。